进错庙拜错神，还给了人家生辰八字。这是台湾最新民俗恐怖片《化劫》。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病急乱投医的下场。此时此刻，跪在地上的女人苦苦哀求，只要能复活女儿，她愿意为神灵付出一切。见女人如此诚心，于是法师烧掉她的八字，把灰烬混入符水之中。不过喝下之前，法师还是提醒女人，化劫是要还的。可女人毫不犹豫，一口饮下。即便口吐鲜血，可女人依然靠着信念，像野狗一般爬到供桌前。她还在感谢神灵的慈悲。从这天起，她人间蒸发，只有侄女王羽凡依然执着地在大街小巷张贴寻人启事。但很可惜，她没有得到任何线索。要说不愧是姑侄俩，面临困境，他们做出了相同选择，那就是求神。恰巧他的朋友阿呆是万应公住持的儿子，这一切就仿佛命中注定。更具宿命感的是，阿呆天生鬼手，据说拳能打撒旦，掌能碎地府，每天还要用符水浇灌保养。但就像伊拉克的大杀器，这种能力永远只是传说。去年王羽凡中邪的时候，阿呆差点被一刀捅死，可没有办法，谁让阿呆情根深重。面对女神的祈求，他又妥协了，决定瞒着爸爸偷偷给羽凡做法。可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，跆拳道社的队长和女友也听说了这件事，他们也要求神化劫。为了防止阿呆拒绝，队长还找了一个新生，据说他也有通灵的能力。当晚，阿呆让死党在门口等候，他则跪在神像面前求他帮忙接个私活。阿呆从小就认了菩萨做干妈，本以为十拿九稳，可卦象却是大凶之兆。但阿呆恋爱脑发作，还是把菩萨装进了包里，这也为之后的事埋下伏笔。很快，他和同伴接近了目的地，可突然在暗巷里听见奇怪的声音，就好像是一群人在念经。可问题是，卷毛对此毫无察觉。非但如此，一转头的功夫，阿呆消失了。原来就在刚刚，阿呆看见一对奇怪的人，他一路跟着进了一间小庙。这里鱼龙混杂，人满为患，祭坛上法师用线香不断地抽打一个女人。所有人虔诚跪拜，甚至白天被万应公拒绝的赌棍在这里也能找到寄托。另一边，羽凡等了许久，可来的只有卷毛。队长心情急躁，让新生想想办法。同为通灵者，新生丝毫不慌，也掏出了一尊神像摆在祭坛中央。按理说，拜神之前必须对他有一定的了解，像阿呆的干妈这种就属于正神。可现在羽凡着急救姑姑，他已经走火入魔。新生此时也和白天判若两人，他摘下眼镜，身上隐隐散发出一股邪气。随后他请神上身，端起混有他们八字的符水。学姐最是心急，她向神灵许愿，一定要拿到这次跆拳道冠军，只有靠这笔奖金才能摆脱现在的生活。见学姐一脸满足，队长也坐不住了。他跪爬到新生面前，也想拿个好名次，也想离开这座小镇。终于轮到羽凡了，他虽然情况特殊，是帮别人化解，但既然他愿意承担因果，神灵也就放心了。可就在羽凡昏迷的时候，神灵的附身者也倒地不起。大家一致认为是卷毛不够虔诚，没有喝符水，于是他们准备硬灌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主角终于登场，他第一次见识到了自己鬼手的威力。不过鬼手是把双刃剑，阿呆肉体凡胎，承受神力的同时也被烧得惨叫不止。
但心上人到底是救回来了。阿呆不禁想起了几年前那次事故，那天王羽凡无故中邪，差点把他捅死。阿呆勉强用了鬼手，却被反噬生死不知。幸好他妈妈及时赶到，做法消除了邪祟。后来他更是用尽法力，才把阿呆从鬼门关拉回来。几年来，妈妈一直在道观静养，和丈夫分居两地，在阿呆心里其实一直抱有愧疚。从睡梦中醒来，他突然发现羽凡不见了。阿呆心急如焚，可原来人家早就恢复了，还换上了他的衬衫。我记得上仙跟我说，不管姑姑有什么结，都可以化解，但只要我替她还。可是后来出事了。你在看什么？我没有看。若有若无的暧昧萦绕在两人之间，明明就是一层窗户纸，可这对少男少女都缺乏进一步的勇气。阿呆满身的血让羽凡很是痛心，他劝阿呆置身事外，自己是个不祥之人。大家都在说是我的体质害死了我的爸妈，然后安安还有姑姑。你不要听他们乱说了。你爸也叫你远离我，不是吗？我为什么要理他？王羽凡，不要碰我。羽凡闷闷不乐，可当他回到家，却发现姑姑已经回来了。他眼光呆滞，说一切都过去了，他们的结已经被羽凡化了。来到学校，队长也是生龙活虎，他已经晋级决赛，一定是化解起作用了。面对阿呆的提醒，他更是一脸无所谓。你们拜的到底是什么神？哇，那怎么神哦？有灵就好了。可这位大神似乎法力不足，一个两个都应验了，轮到学姐却出了岔子，硬实力相差太大，他完全打不过羽凡。气急败坏的他眼珠子乱转，脸色也越来越差，最后他更是丧失理智，不顾规则被淘汰出局。可化解失败，他该支付的利息却一分都不能少。心声缓缓后退，他这时才隐约感觉到自己闯下大祸，这正是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当晚他先是接到一通诡异的电话，更衣室亮起红光，就连水管也流出鲜血，他口中吐血，却不忘脱衣秀肌肉，最后更是给大家表演了一套高难度瑜伽。阿呆来到学姐家，原本想帮她化煞，却晚了一步，只看见她的尸体。破旧的房屋，无助的妈妈，还有一个赌鬼爸爸，这就是害死学姐的元凶。他想逃离的正是这地狱一般的原生家庭。作为学姐的男友，队长也想帮忙，可奈何他自己也是有苦难言。爸爸是个屠户，家庭教育野蛮粗暴，对他动辄打骂。他也想逃，和学姐一起双宿双飞。可现在邪祟发作，两人只能在黄泉路上做一对苦命鸳鸯。天亮了，阿呆三人组回到学校，却发现训练场已经变成了道场，教练也没有来上班。而这位教练正是羽凡的姑父。昨晚他发现妻子一直坐在婴儿房，小床上还摆着一个纸扎小人，他说女儿很快就要回来了。教练正要劝说，却被妻子堵住了嘴。春色无边，他完全没有发现妻子的后背有大量的烫伤，正好形成了一个万字。
回到训练场，卷毛闻到一股臭味，打开柜门，他看见一具扭曲的尸体。几人吓坏了，急忙躲回万应宫。爸爸一顿唠叨，但却并不慌张。原来阿呆的妈妈已经回来了，夫妻合力，他们自信能帮儿子渡过难关。这尊邪神两人并不陌生，甚至与万应宫还有一定的渊源。他的庙也叫万应宫，可此万非彼万，一正一邪，一体双面。他们专门吸取那些赌鬼、嫖客、犯罪分子的信仰，虽不纯正，威力却大。为了救回羽凡姑姑，两人决定立刻开坛做法。随着道姑法齿落下，羽凡中邪的姑姑也发出惨叫，她早已半人半妖，甚至咬下了丈夫的手指。可无奈道姑还是慢了一步，邪教徒成群杀到，他们要迎回圣女。其实当初阿呆在庙里看见的女人正是羽凡姑姑，她背上的烫疤就是法师用线香抽打造成的，而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把羽凡姑姑作为邪神的载体，只要灵肉合一，邪神的法力就能成倍增长。羽凡救人心切，阿呆恋爱脑，卷毛不长脑。就这样，三人组决定亲自去邪神庙闯一闯。可惜菜鸡就是菜鸡，羽凡刚到地方就被邪灵附体，他两眼翻白，也被抬上供桌。阿呆被一棍子敲晕，对付凡人鬼手一点用都没有。买一送一又是血亲，邪神简直要乐开花了。面对这更年轻的肉体，他当即承诺放过姑姑，但代价是羽凡自己。眼看着计划成功，邪神信徒跪地叩拜，希望能帮他们化解，实现愿望。可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过，邪神之所以被抵制，正是因为他不讲信用。刚刚附体的他还比较虚弱，只想要更多的祭品。此时阿呆终于醒来，他第一时间就要和邪神拼命。可鬼手虽然威力强大，阿呆终究无法完全发挥。再加上此时的邪神取得了肉体，转眼间就把阿呆举到半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阿呆的爸妈终于带着神像赶到。正神驾到，邪神自然不敢正面交锋。可趁着道姑救儿子的时候，他却从背后偷袭。但阿呆爸与妻子配合多年，也不含糊，掏出束妖锁，暂时制住了他。道姑口中念咒，七星剑发出璀璨光芒。可就在他准备放大招时，阿呆却一把握住了宝剑。阿呆，这是伊的命，这嘛是我的命。此时祭坛已燃起大火，阿呆却不愿出去连累父母，要么救回王羽凡，要么和他一起死。熊熊大火之中，王羽凡终于恢复了意识，可此时阿呆却又因为鬼手反噬，再也没有力气逃生。我只是想要保护你，但我每一次都晚了一步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放开你。
这一通煽情，我以为两人要殉葬了，可没有想到他们根本没死，事后仅仅是多了2道对称的情侣伤疤。这主角光环果然强大。天台上，他们终于确定关系，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。这次邪魔附体虽然凶险，却让姑姑两口子确定了神灵的存在。既然一次不行，那么就再来一次。老婆，我跟你说，我找到别的方法了。这部电影怎么说呢？感觉是想把弯弯的祖传爱情片与恐怖片完美结合，焕发新活力。可奈何导演水平不够，这两边都够不着，有点尴尬。我是山丘阳，咱们下期再见。